你有冇試過一返到屋企，平時會喺門口迎接你嘅主子，竟然冇晒影啊！成間屋靜到有啲驚。當你行到入客廳一睇，發現嗰盞同梳化襯到住嘅台燈已經 GG 啦。你望下梳化條罅，佢咪就係縮咗喺入面咯。你忍住妒火話出嚟啦，依家知闖禍咧。呢個時候，所謂專家或者獸醫可能會出嚟糾正你，話有研究指出，老鼠同狗嘅學習回歸時間其實得個0.5到2秒咋。一旦過咗呢個黃金時間，佢哋根本唔會知你嬲乜啊！仲話呢套理論貓都啱用喎。既然講到咁，今集我哋就嘗試一方面既尊重實證，另一方面綜合資深貓奴嘅觀點，扮演反駁者嘅角色。聽落好混亂，冇錯啊，因為貓同科學界一向都唔 friend 嘅，留低咗有唔少空間俾大家細心研究下啦。記住睇到最後。我哋呢個頻道主要係探討生活同寵物嘅有趣話題，有你哋嘅支持，我哋至可以持續向前。案發現場的觀察報告，專家會同你講啊，貓喺推跌隻水杯之前望你嗰一眼啊，純粹係想確認動態物體，即係你會唔會構成威脅，學術上叫注意力確認啊。照咁講，打爛水杯或者只係一場失敗嘅物理實驗嚟啫。但好多主人心入面好清楚，嗰一眼根本就係問緊，我要推啦，你有意見咩？如果真係好似專家所講啊，純粹係本能反應，咁問題係點解佢唔揀你瞓咗覺先喐手啊？偏偏要喺你啱啱坐低望到佢實一實仲嚟搞事？好明顯呢種專登要俾你睇到先去做嘅行為，好難單純用科學去解釋啊！喺主人眼中，呢種根本係一種試探，甚至係一種權力上嘅挑釁啊！睇到未啊？就係呢種鬼鬼祟祟望住你嗰眼啊！你以為佢收手啊？點知呢？佢最後又係當住你面無視你咯。Why are you like this? 專家會將呢種行為解釋做預期性危險啊。簡單啲講，即係隻貓經歷過打爛嘢，加主人喺度，就等於主人就會爆咯。佢哋會好快聯想到，喺一出事就要即刻撤離現場啦，避開有機會出現嘅壓力同威脅。佢避嘅其實唔係做錯事嘅後果，純粹只係想避開你道火。嗰種冇得預算，點知會發生咩事啊？但對唔少主人嚟講，重點唔單止係佢識得匿，而係好多時佢根本冇真正走開過，而係匿埋喺度，仲要及實你嘅反應。如果純粹話係為咗避難，其實好難解釋到呢種又要避，但又要仲喺附近嘅行為。喺主人眼中，呢種就似係喺度睇下你點咯。甚至隱約 feel 到佢其實知道自己闖咗禍啦，喺度等緊睇下你下一步有咩反應咯。可能今日冇乜點理佢啦，頭先佢竟然癲咗咁打妹妹啊！睇佢個樣，依家都知衰噶啦，所以先匿埋，冇面出嚟見人啩。當你指住個災難現場去問責佢嘅時候，隻貓通常會側晒頭、眯眯眼，甚至專登移開視線。對於呢種行為，專家會同你講，呢啲叫做社交降溫啊，係一種避免衝突升級嘅策略嚟，完全唔涉及任何情緒啊。但主人嘅直覺通常唔係咁睇啊，佢分明就係唔敢望我啦。呢啲唔係心虛係咩啊？如果純粹係為咗降溫，咁呢種避開視線嘅機制，照計只要你情緒激動，理得你為咗工作定感情啊，總之你一爆嗰下望實佢，佢應該都有差唔多嘅反應啊。但實際情況係，通常只會喺佢闖咗禍之後先至發生，所以喺主人眼中啊，佢移開視線嗰下，其實好明顯啊，佢根本就係好清楚，依家呢單麻煩嘢全部都係由佢一手造成。你睇，我呢隻貓就係咁啊，每次做完衰嘢，個樣就好心虛，
其實我都未開口，佢到底喺度驚咩啊？當你突然出現嗰一刻，隻貓通常會停晒手腳啊，好似定咗格咁。專家會同你解釋呢啲叫做凍結反應啊，話係動物喺突發情況下，為咗唔想俾人發現或者攻擊，產生出嚟嘅本能反應，完全唔涉及任何認知判斷啊。但對我哋主人嚟講，呢一幕真係見得多，貓根本就係好似做賊咁，俾人當場斷正啊！呢種定格加對望，通常只會喺一種情況發生，就係佢知自己做緊衰嘢咯。但咁唔好彩俾你撞到正喎，而且呢種定格通常好短暫啊。跟住落嚟，佢一係即刻跑開，一係就扮到若無其事。所以喺主人眼中，嗰一秒嘅停頓，點可能純粹係生理反應呢？隻貓絕對知道發生咩事，仲喺度計緊下一步要點樣應付你啊！我就覺得奇怪啦，原來係想靜雞雞俾個驚喜我啊！今次終於俾我當場斷正啦，睇下嚇到成個定晒格咁啊！掩飾與補償的社交演技。喺案發前後，有啲貓嘅行為會變得好唔自然啊，動作變慢，節奏怪怪地咁咯，甚至有種講唔出嘅猶豫感。專家會話呢啲係動機衝突，簡單講，即係佢心入面想搞事，但又 feel 到你嘅壓力，兩邊拉扯緊咯。但對於呢種想做又唔敢做嘅狀態，唔少主人都唔太認同係純粹嘅本能啊。好似有啲貓同你玩到幾癲都好，佢都會專登收埋啲爪啊。呢樣好明顯，佢係知道唔可以真係傷到人啊。或者佢哋未必完全明白人類定義嘅對錯，但喺某啲時候，佢哋確實好似識得睇人或者睇事咁。佢哋知道如果採取唔同嘅做法啊，對方嘅感受或者成件事嘅結果就會變得完全唔同。其實佢平時真係好難玩啊，但每次我用手同佢玩嘅時候，佢都會特別就住我，絕對唔會出爪啊。輕輕咬完我，轉頭又好快咁舔返我一下咁咯。當貓俾你當場斷正，除咗俾你嚇到定晒格之外，最常見嘅反應就係突然間好專心咁喺度舔毛，甚至仲好突兀咁打埋個喊路啊！專家通常會將呢種現象叫做轉移行為，話係動物喺緊張或者衝突嘅時候，會轉去做一啲完全唔關事嘅動作嚟穩定情緒啊。但對於大多數主人嚟講，呢種瞬間變樣嘅反應啊，真係唔自然得嚟，又太刻意咯。睇落近似係想將啱啱發生咗嘅嘢輕輕帶過，有時甚至會令你覺得佢根本就係想講頭先嘅事，大家當冇發生過啦，好嗎？我一早知我呢隻貓好好氣㗎，我都唔肯定佢係專登想嚇嚇我，定係咁啱見我行過先喺度扮嘢，唔係真係想咬落去咯。專家認為，貓只要等到環境壓力一消失啊，自然就會現身。但真正令到唔少主人覺得貓有預謀嘅地方，係佢哋出返嚟嘅時間，精準到你冇得唔服啊！佢唔係等你完全冇晒事，唔再嬲佢先出嚟，而係趁你道火啱啱熄咗一半，最需要安慰嗰一刻，先至準時現身。淨係呢點啊，就可以完全推翻嗰種單純嘅避險論啊！佢唔係淨係匿埋避開壓力，貓其實好清楚，如果你發緊火，佢仲唔走，就直情係送上門俾你發洩。但如果你啖氣落咗一半啊，佢出現反而會變咗一種情緒補償。只要等到你道火過咗，貓甚至會利用你因為佢匿埋而產生嗰種不安或者掛住佢嘅心情，去換取零食或者關注啊。呢啲已經唔係講咩本能啦。我仲以為發生咩事啊，總之就覺得佢有啲唔妥啦，諗住拍下佢個正面啦，哇，極速走人啊！
最具爭議嘅就係貓喺闖完禍之後，突然間對你好好啊，又行埋嚟挨住你，甚至會擔住個玩具擺喺你面前。專家會同你解釋呢啲叫親和行為啊，話貓只係想透過接觸嚟降低緊張氣氛啫。但呢種講法，好多主人都覺得唔係幾講得通啊，因為呢種方式通常只會喺隻貓自己做錯事嘅時候先至出現。試諗下，如果調翻轉係你遲咗餵飯，唔記得清沙盤，甚至唔小心踩到佢條尾啊，佢幾時有擔住個禮物過嚟同你和解呢？所以喺主人眼中，貓根本心入面好清楚個衝突係因為佢造成，佢甚至知道送禮呢種賄賂係更有效嘅賠罪方式啊，目的就係想盡快擺平件事，大家當冇數啦。我尋晚先至同佢訓話完禮，半夜係咁嘈，點瞓啫？結果你睇下，佢竟然識得擔住個玩具嚟同我道歉啊！到底係邊個教佢㗎？貓是否知道自己犯錯？專家成日都會提到，貓冇人類定義嗰種責任感或者罪惡感啊，所以佢哋冇對錯之分啊。喺佢哋嘅邏輯入面，貓嘅所有行為啊，純粹只係對環境嘅反應同經驗累積得返嚟啫。但喺大多數主人眼中，最奇怪嘅係，當隻貓闖完禍之後，佢哋通常會有一連串好明顯嘅修補行為，例如主動行埋嚟嗌下你，甚至連個樣啊都比平時卑微好多。重點係呢種想和解嘅表現，幾乎只會喺佢哋做咗衰嘢先至出現。如果調翻轉頭，佢反而會變本加厲啊，反客為主，搞到好似你欠咗佢咁，證明貓其實係分得出邊個理虧在先啊。佢哋好清楚，當個衝突係由自己造成，搞到大家關係變差嘅時候，佢先至會主動做啲嘢嚟補救咯。首先，我哋一定要承認，貓確實係唔會明白人類社會嗰套整爛嘢要賠或者資產嘅概念。喺佢哋嘅世界入面，你屋企啲嘢只係環境嘅一部分嚟啫。整爛嘢對佢哋嚟講，只不過係好正常嘅耗損嚟。但係佢哋對互動之後嘅反應其實好敏感啊。就算佢哋未必明白人類眼中有咩道德對錯，但佢哋絕對察覺到你同佢之間嘅感覺變咗咯。例如語氣唔同晒啦，專登行開唔理佢等等。貓雖然唔會屈服於任何規條或者人，但喺長期相處之下，佢哋確實會為咗重視嘅人，為咗呢段關係而去做出某種程度嘅讓步同改變。最後，科學或者可以解釋到貓嘅本能行為，但未必解釋到你同佢之間嗰種關係。喺呢幾千年嘅相處入面，話唔定貓一早已經睇穿咗人類嘅情緒其實係幾咁脆弱。喺佢嗰短短嘅貓身入面，可以俾佢咁重視，無時無刻都咁在意你嘅喜怒哀樂，本身就已經係一種榮幸啦。歡迎分享交流你嘅諗法同經歷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按讚同分享。多謝你睇到最後。